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2号。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呢发布的比较迟了，主要呢一个是美国关闭了这个休斯顿中国的总领事馆呢，出现的新闻很多新闻呢，我需要呢在今天早晨呢来进一步的消化。但是呢，今天已经约了医生呢，我今天呢要去看体检报告的，也就是1个礼拜前呢，我去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今天呢，医生是约我一大早呢到他的诊所呢，给我呢去对我的所有的体检报告呢，给我做每一条的逐步的分析，告诉我呢身体上面呢有哪些问题。那么所以呢，就耽误了给大家做节目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呢，朋友们看到会晚一点。那么建明今天的身体检查呢，总体来讲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么老问题呢，多少有一点，就是呢，我一直呢是有一点血压偏高，和我呢血糖偏高。那么血压和血糖偏高呢，一直医生呢是给我开的几种药呢，我呢是长期呢是服药的，吃降压药呢都已经吃了快有10年。血糖以前呢好像不是很高，但是到了美国来以后呢，这个血糖呢有所升高，所以说呢血糖药也开始吃。我到美国以后不抽烟不喝酒的，按道理来讲，这个三高呢是应该能降下来的，这个应酬也会大大的减少。除了个别的和朋友们之间有一点点应酬，偶尔喝一点酒之外，基本上烟酒是不沾的。所以呢，目前来讲，这个身体指标呢，医生跟我讲，跟我长期坐在电脑前面，每天不运动，大量的时间呢都坐在电脑前面去打字啊，去处理各种文件啊，跟自己久坐不动有关系。再一个呢，我的饮食呢，医生也希望呢我能够清淡一点。我主要可能饮食呢没有完全按照医生的要求呢去注意我自己的饮食呢，降低我的血糖。好，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今天这个报告出来了以后呢，我会注意调节自己的身体，增加自己这个运动的时间，有一个好的精力，有一个完善健康的身体，跟共产党才能拼下去啊！没有身体还怎么拼呢？好，谈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最主要的话题大家都知道了，休斯顿的总领事馆昨天呢接到了美国对他的指令就是什么？给他72小时时间，休斯顿总领事馆必须要搬走。那么休斯顿总领事馆接到这个美国规定他72小时必须搬走，也就是礼拜5之前必须全部撤掉的这个通知以后，就是手忙脚乱啊，就在大使馆里面焚烧大量的文件。这个文件焚烧到引起在整个大使馆院内冒出浓浓的火焰。那么这个火焰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引起美国消防队出警的地步。那么大量的消防人员呢都来到了现场。这时候呢，大使馆以呢这是使馆区，任何人不得进入，拒绝呢美国的救援人员进入使馆。他们在里面呢继续焚烧。很多人都觉得烧什么呢？怎么那么匆忙呢？有什么重要的资料要烧呢？即使有些文件不能够留下来，不是有碎纸机吗？现代科学碎纸机不要太容易啊！我可以告诉你讲啊，碎纸机把它碎纸以后，他们都认为这些还会留下痕迹。美国的情报人员都会对碎纸机的这个碎纸屑进行处理以后，还能拼读出他们原来的文件，因为他们的罪恶太多了，所以碎纸机碎，一个是来不及，第二个即使是碎纸机碎掉的纸还要再烧，因此他们就在大使馆院子里面燃起了熊熊大火。这就跟共产党当年地下党烧那些文件一样啊！共产党当年搞的地下文件，就是颠覆人家国民党中央政府政权，就是颠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权，所以那个肯定是违法的。那么国民党自然会抓他们。而今天呢？今天他们身在美国，在一个自由世界，但他们同样从事的颠覆人家美国政府、颠覆美国制度的行动。所以他们烧掉的都是什么文件啊？我告诉你啊，烧掉的很多文件都是众多的假护照、假身份证，掩护很多中国间谍。他们以留学生、学者、专家的身份，然后进入美国，但是他们的真实身份大使馆是掌握的。他们很多在外面的很多文件，所以整个的伪造系统，中国驻美国的大量的这些假冒的这些留学生、留学学者个人的这些虚假信息的资料，这些人实际上都是间谍嘛，他们这些资料都在休斯顿的总领事馆里面，所以说他们忙不迭要把它处理销毁。这就是中共呢，他每一次他做坏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呢，他就必然会露出马脚。这个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为什么要把你们关掉？美国关掉你这个总领事馆，写得清清楚楚，理由就是这个总领事馆它根本不是外交办公机构，
它就是中共的间谍中心，它就是中国渗透美国的情报中心，它就是中共颠覆美国的一个中心枢纽。这是卢比奥发的推文写的。卢比奥是美国国家参议员，你觉得卢比奥会乱写吗？会敢对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指责他们是间谍中心吗？卢比奥明确在推文当中就写，休斯顿总领馆根本就不是什么外交办公机构，他们就是中国最大的间谍中心和外交宣传网的中心。这些人如果不驱逐的话，你们就等着美国对你们进行逮捕。这是美国参议员对你的表达，也就是整个休斯顿，它实际上是指挥着美国最新发展的这个反共势力间谍中心，而且是渗透美国的情报系统的一个中共设在美国的一个以大使馆为掩护的一个中共的间谍中心。目前来讲，在美国，一个是在德州，就是休斯顿地区，还有一个就在佛罗里达州。这两个州的所有的统战业务都是中共休斯顿总领事馆负责。休斯顿它有一个安德森医疗中心，这个安德森医疗中心里面所有大陆来的这些研究员、这些专家，基本上都是中共千人计划的学者。很多千人计划的学者，他们在美国盗取了美国大量的信息情报资料之后，被美国 FBI 准备抓捕的时候，都是休斯顿总领事馆配合帮助他们，把他们这些人逃回了中国。目前已经逃回中国了几十个人嘛。所以说，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经过反复调查以后，完全证实，它根本就已经不是一个外交领事馆，它就是一个间谍中心，它就是中共设在美国的，帮助中共统战美国华人，然后颠覆美国政权，渗透美国国家机构，同时制造各种政治新闻谣言，而且是制造大量的假冒伪劣的这些身份的这些间谍资料的一个制作中心。因此，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关掉。所以说，美国才突然决定只给总领事馆72小时时间。那么这样他们就手忙脚乱了，他们就不断地烧毁文件，清理他们自己电脑里面的这些所谓机密，然后他们在72小时之内必须搬家，然后被驱逐出境。卢比奥都讲了，如果不驱逐出境，他们就可能是被逮捕。这些人可以讲抓捕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突破中国的间谍网。当然了，他们是外交人员，外交人员有豁免权，所以说美国当然不会随便抓捕这些外交人员。但是这一幕可以讲是非常非常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幕很相像，也就是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的。日本在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前，他驻美领事馆也是被美国要求撤离，在撤离之前也是烧毁了大量的机密档案。因此来讲，可以讲美中从冷战甚至爆发到热战的可能性都已经完全近在眼前了。休斯顿领事馆，美国要关闭它是美国忍无可忍啊！因为川普和蓬佩奥他们长期以来，他们对中国的政策，就是说他们制定的各种政策，他们要控制中国的情绪，他们不希望他们制定的各种对华的政策、对中共的政策过分的刺激中共。川普还一心希望跟中共有贸易战，能够维护他们之间公平交易的这个贸易关系。但是你跟中共打交道，总归是恶性循环啊！也就是说，你每次对中共很礼让，但是中共就像恶狗一样来咬你。每次你对中共迎头痛击，他就跟死了的赖皮狗一样。所以说，川普已经没有这种耐心，他必须打断对中共这种防止他们生气、防止他们刺激他们的这种无聊的做法。所以说，川普现在就要求蓬佩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中美双方反应都非常非常的激烈。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汪文斌，他就在最新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就谴责美国是丧心病狂，说是美国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美之间的领事条约，违背了国际法，粗暴的干涉中国的内政。对美国的这种错误做法，我们要求你们纠正，要恢复我们休斯顿总领事馆。7月21日，美方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美方单方面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蓄意破坏中美关系，十分蛮横无理。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否则中方必将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这是汪文斌的说法。那么胡锡进呢？胡锡进直接就说本届政府华盛顿没有什么事不能干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只能以牙还牙。胡锡进的以牙还牙，就是在他的《环球时报》上面贴出来，要求大家支持
关闭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现在呢，这些网民啊，中国的网民啊，一起去投票支持啊，要求关闭香港总领事馆。我觉得习近平，你就要听一下老婆的话，你真的就把香港的总领事馆关掉，把美国的大使馆撤掉，把美国所有的大使把他们抓起来都行，把美国的大使全部赶出中国，就这么干。你这样干的结果，也就是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他们到了开战的时候。你胡锡进不要嘴狠啊！你把你大连号开出来嘛，大连号直接就对着美国里根号、小鹰号、罗斯福号航母，对他们就开炮，对他们轰起来。朕今日庄严宣誓，向英吉利国开战，向法兰西国开战，向美利坚国开战，向德意志国开战，向俄罗斯国开战，向意大利国开战，向奥地利国开战，向日本国开战。你不是强大的天朝吗？直接打！你看看小鹰号、罗斯福和里根号，是不是你大连号一来，他们就被你打败了？你试一试嘛，来一次嘛，你就把人家领事馆人抓起来嘛。你们撤我们一个领事馆，我们撤掉你们所有的领事馆，你为什么不这么干呢？这就是中方他强烈的反应。那蓬佩奥呢？蓬佩奥因为现在今天在这个休斯顿总领事馆关闭的这一天，蓬佩奥已经到访了丹麦。蓬佩奥在丹麦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面，蓬佩奥就中国休斯顿总领事馆被关闭的这件事，他是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个看法，他没有详细的多谈，但是他明确就说，中共我们对他已经是忍无可忍，我们已经不能对中国共产党他如何表现给出他一个什么清晰的等待了，因为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民。蓬佩奥他就是抨击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这个休斯顿中心它就是中共设在美国的一个情报中心，所以说呢，蓬佩奥呢是对中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它总是通过它各种手段，不断是对美国进行戕害，对全世界都是这样。世界上每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受到中共对他们的侵入，然后中共试图从他们国家盗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同时用华为这样的各种的这种技术手段侵吞西方国家以后，盗取他们国家里面的情报机密，盗取他们国家公民的个人信息资料，然后对所在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个国家安全的事件。I don't have much to add other than the statement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put out with respect to the closure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Your point in your question was that there's been this long challen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actually talked about this. It's not just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t stolen. It's been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o, cost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Good jobs for hardworking people all across Europe and America, stole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You saw yesterday an indictment th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put out related to a set of activities that were taking place not o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cross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enough.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this to continue to happen. You've seen the remarks that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Brien gave, that FBI Director Wray gave, and that Attorney General Barr has given. We are setting out clear expectations for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ing to behave. And when they don't, we're going to take actions that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protect our security,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also protect our economy and jobs. 所以说，蓬佩奥他就明确指出，休斯顿总领事馆把它撤掉，这完全是美国的战略部署。你中共愿意执行就执行，你愿意跟美国什么对峙反抗，你要怎么去做就怎么去做。美国完全有这个能力跟你中共去对你进行各种反制的。华春莹不讲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那就来更猛烈一些吧。蓬佩奥是不在乎你华春莹，你这个什么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那么胡锡进现在不是已经发起要把香港总领事馆撤掉吗？要广大小粉红一起支持吗？那个百家论坛不是有一个什么主讲人叫纪连海的？纪连海不是说过，我们就跟美国开战，我们跟美国开战1对1，我们死掉10亿，我们还是世界人口第2。这个纪连海我是没看过他的节目，因为在网上有人说他是谈清史，是到百家论坛里面上过央视的一个百家论坛的一个老师。我不知道纪连海那个脑子里面长的是大粪呢还是脑浆呢？
他一个北京中学的历史老师，自以为上过几天百家论坛，讲过什么那些清宫的绯闻，什么孝庄太后怎么去嫁多尔衮，就是研究过这种清宫秘史的这种老师，根本对政治是一无所知。他说他最大的爱好是看书，这些年读了多少书，我不知道他读了究竟什么书。他读这些书，他始终没有迈进文明的门槛，他那个书都到狗肚子里面去了。这个纪连海他不是傻，他是坏。他说中国跟美国打，死掉10亿，还是世界第2，他就希望中国的老百姓这些草根跟美国人拼命啊！现在是什么社会啊？你以为现在是当年的国军跟日本人那时候的抗日战争1对1拼啊？你以为是毛泽东用人海战术，用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跟美国人打仗啊？那时候还要1对1的人海战术啊！现在是高科技战争，知不知道啊？什么叫做无人机斩首啊？苏莱曼尼美国就派了一个无人机，美国毫发无损就出动了一架无人机，就直接把苏莱曼尼斩首了，整个伊斯兰国家就垮了一半。你今天还要不要试一试啊？当然了，你这个级别无人机是不可能来斩首你的。问题是无人机到了中南海，只要把习近平和中南海几个常委那个什么控制核按钮的那几个负责人把他们一斩首以后，你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还在吗？你济南海能不上审判台吗？还死掉10亿，谁也别死，你济南海先死，你也死了以后就为国捐躯，你济南海能不能做到啊？休斯顿总领事馆人家为什么要关闭它？休斯顿总领事馆他做事太过分啊！他做的事你是匪夷所思的。我们就打个比方说，如果说美国驻武汉的总领事馆他发布一个公告，就说你们武汉人，你们全到我们领事馆里面，我们来帮你们做这个武汉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检测，武汉民众敢不敢去？武汉民众是不是敢排着队进美国大使馆做新冠肺炎的检测？如果去的话，中共会把那些所有排队进入过美国大使馆做检测的民众全部抓起来，那肯定的。中共怎么会允许你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对中国的民众进行这个检测？这个检测你不是收集 DNA 吗？你不是收集我们老百姓的各种信息吗？但是中共大使馆在美国就这么干的。休斯顿，中国驻美国休斯顿的总领事馆，他们就打出横幅，要求美国人到中国驻休斯顿的大使馆来做新冠检测。他们做这个新冠检测不就是要拿住人家美国人的 DNA 吗？拿住美国人的生物信息吗？然后回去研究生化武器以后怎么再去攻打美国吗？那这种事美国能允许你吗？在中国肯定是不行的吧？你要中国武汉领事馆来试一试呢，可不可以呢？所以中共就专门干这个事。因此蓬佩奥他现在虽然在出访伦敦，他刚到伦敦的时候就跟伦敦首相约翰逊跟英国外相拉布他们就分别会面，他呼吁英国及国际社会团结应对中共，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华为5G 已经完全能够证实是中共用华为5G 这个手段对全球西方国家进行渗透的一个网络系统。所以说华为5G美国毫无疑问是要求英国和欧盟国家绝对不准采用，谁采用美国驻那个国家的北约部队是肯定撤出，因为美国不会愿意自己驻在北约的部队里面的军事信息给华为窃取。那么蓬佩奥同时也表达了，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说了，跟中共即使是有贸易关系，是在平等互助对等的基础上，而中共跟美国显然现在是不等的。因此来讲，美国过去一直对中共有耐心，川普第一个任期一直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但是川普再也没有想到，在他打算竞选连任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20年，中共利用这个灾难新冠疫情，然后包围欧洲，包围美国，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大肆的这个侵害，使美国和欧洲人民他们无论是个人死亡数还是感染数，现在都远远超越了中国。也就是中国主动把这个疫情扩散到全球，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除了他们自己能够把他们一部分救援产品、救灾产品能够倾销到全世界，扩大自己经济利益之外，同时他们是利用这个瘟疫的这个灾情，能够在全世界里面造成一种恐慌心理，而使中共渔翁得利。CCP's exploitation of this disaster to further its own interests has been disgraceful. Rather than helping the world, General Secretary Xi has shown the world the party's true face. And we talked about how we've seen Hong Kong's freedoms crushed. We've watched the CCP bully its neighbors, militarize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nstigate a deadly confrontation with India.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r its principled responses to these challenges. The UK is really clear that we need to work with our American friends and also with other partners togeth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protect our freedoms and interests and stand up, as we've shown I think on Hong Kong, stand up for our values. We're more influential, we have more impact when we work together. 所以说，蓬佩奥就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他不但没有帮助世界，反而在全球展露出中共真实的这种狼子野心。因此，美国和西方盟国必然是团结起来消灭中共。所以，蓬佩奥在结束了伦敦的访问以后，他就来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会见了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在和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见面的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丹麦是美国优秀的盟友，在关键的时候都跟美国保持共同的正义价值观，能够维护美国和丹麦之间共同的利益。同时，他也回答了记者提问的关于休斯顿总领事馆为什么要关闭的提问。他明确就说到，美国绝不允许中国在美国设立了他这个领事馆，以领事馆为掩护，然后刺探美国的情报，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伪造各种大量人员的身份，然后渗入到美国以后，对美国国家制度进行颠覆和破坏。美国是绝对会对中共他的这些阴谋给予迎头痛击，给予坚决的打击。所以说，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只是第一步，后面还会有更大的行动。因此来讲，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这次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一次美国对中国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扭扭捏捏。就像蓬佩奥讲的，川普总统过去还考虑过出台任何政策，不要过分的刺激中国，不要让习近平过分的难看，因为川普一直过去是把习近平当作朋友来看的。但是习近平和川普总是上演的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也就是每次川普去拉了习近平一把，习近平最后都是咬了川普。到了今天，川普已经认识到了，所以说川普也好，蓬佩奥也好，现在已经调整了国家策略。那么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会对中国开展一轮又一轮新的政治打击。这就像崔天凯讲的一样，崔天凯也就说，现在连对话都对不了了，美国人跟我们话都不讲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踩刹车了。您对此怎么看？您在美国要表达的是什么？你连对话都没有了，这应该说是很不正常的情况。我跟好多美国人士说过，我说你们去看一看地图，你们成天跟我们纠缠的一些事情，其实不是中国的领土，就是在中国的家门口。这个情况就很明显，是美国在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干涉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进程。如果拿开车来比喻的话，我们要把握好方向盘，这是关键。就这两个关系是不是在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如果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加点油门也挺好嘛。如果是滑向错误的方向，那就应该踩刹车了。那你就踩刹车吧。你那个汪文斌讲要对美国你们要进行反制，就赶紧反制，因为反制的结果就是华春莹讲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了。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